好，我们还是找到中线的位置哈。咱们今天用的是这个4尺3开的纸，4尺3开的纸。好，我们找到这个中线的位置是4尺3开，这个是69乘以46啊，69乘以46。我们在这里画一个，假山哈，画一个假山。假山的形状我们待会儿再看。我们可能从这里出一个环展回来，掉下来，头朝下的往下掉的这种花型，好，画一朵这种，然后这里可以伸出来一组叶子，然后这里可以有多少组叶子，就看情况啊，这里画多少组叶子。这是一个4尺3开的纸，只是比这个我们画这个构图画基本上4尺4开的也可以画。那我们用4尺3开的纸，就是让它空间更多一点。花飞的话可以到时候可以加花啊。如果一朵花不够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画成2朵花，这样子整个画面不会太挤啊，大概这样子哈。到时候叶子的话，到时候再布局。我们先就定一朵花，找一朵美丽的花来写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朵花大家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，好不好？这朵花它是一个绣球形的啊，这是一朵绣球形的花。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好，什么颜色？朱砂、玫瑰红、朱砂、玫瑰红，朱砂、玫瑰红、胭脂。那我们的辅助颜色啊，用这个3青，用一点3青，这上面用一点3青啊。用点太青蓝，太青蓝是我们要调在这个底色，基本上不算是底色吧，调在这个笔肚里面啊，太青蓝。有的时候调太青蓝，有的时候调3青，你看颜色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化。太青蓝其实也可以不用那么多颜色，太青蓝可以不用，也可以再用一点点这个。有的地方可以用一点点赭石哈，再加一个赭石，让它的颜色更丰富一些，好不好？让颜色更丰富一些。那我们现在先调这个底色。底色是这个太白、3绿还有胭脂，太白、3绿、胭脂。好，太白，还有这个3绿，还有这个胭脂。
这朵花的话是偏浅色一点点啊，就是不深不浅的那种，也不是说特别浅，它还是有一些颜色的，就是很浅的，就是上面这些往上的这些部分，那它的颜色也是有3个层次。这朵花它是一个朝下的，所以我们的虚的花瓣就在底下的大花瓣上。好，我们现在调底色啊，底色一定要调均匀，但是不要太浓了，因为这朵花还是有一些颜色的，它不是说完全是浅色，还再加一点水进来。来，我们把今天要画的这个颜色先调出来。好，玫瑰红、朱砂还有朱砂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没有带朱砂的颜色，感觉没有带朱砂颜色，不要朱砂了吧？朱砂就不要了吧，不要朱砂了啊！没有带朱砂颜色，就是玫瑰红胭脂。玫瑰红胭脂3青，所以多一个颜色少一个颜色其实没有太大关系，大家不用太纠结说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样的颜色，有一点出入也没有关系。好，今天要用的颜色，好，我们先来调啊，先调玫瑰红，薄薄的一层玫瑰红。我们没有这个没有朱砂的话，我们用一点这个赭石在里面也可以的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赭石和朱砂它也是同一个色调的颜色。好，水分稍微有一点点多哈，我们要控制一下水分。大家在调的时候，你们看一下，发现这个盘子里掉了很多颜色进来，那说明这个水分还是稍微多了一点点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控制一下水分啊，稍微吸一下这个笔上的这个水分，稍微吸一下。稍微吸一下笔上的水分啊，然后再去调。好，调久一点，调均匀哈。我们现在画这个绣球形，它刚开始是画这个花的这个碎花瓣，所以我们的颜色不要调得太上，碎花瓣都是很小的花瓣，不需要把颜色调得太上了啊。然后我们笔尖上再调一点点深一点的，笔尖上再调一点深的，有的地方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哈，胭脂不要太多。好，这个颜色也挺好的。可以直接用这个颜色了，我是加了一点点赭石进来啊，加了一点点赭石进来。好，我们大概的给大家分解一下这个绣球形。我们今天画的这一朵绣球形，是这样的一个形状，它的这个圆在下面，然后后面的这个裙子在上面啊，然后它整体的花型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朝向，朝这个右下。那这朵花我们同样是要把它分为3层去画啊，这样去分，这是1、2、
3啊。那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这一朵花上面的颜色是不一样哈。我们上面它这个大花瓣在我们以前都是在下面，那这朵花的这个虚花瓣就在上面了啊。虚的花瓣，上面的花瓣是什么？它的特征是什么？这个第3层花瓣它是很大的，因为它是这朵花的这个裙子的这一部分啊。这个裙子的部分，一朵绣球花的裙子的这一部分的花瓣是最大的。裙子这一部分是最大的，花瓣是大的，颜色呢它是浅的，因为在上面，它在光照下，它的颜色是最浅的。然后呢，物象它是虚的，因为它离我们的视线比较远。这种朝下的花瓣，离我们视线最近的还是我们的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啊。上面是大浅虚，上面这个花瓣是虚的，因为在光照下它也会虚了，颜色变浅，在这个光线下它也会变虚。好，我们的第2层，这里第2层的特征是什么？它是在这个球的这一部分啊，球的这一部分的花瓣它都是小花瓣，它的花瓣大小它是小的，然后颜色呢，颜色相对于这朵花来说，它是最深的哈，颜色是最深的。然后呢，物象它是实的，实深小。然后我们的这个第1层呢，第一层它现在以前的话，第1层都是在最上面，我们今天是反过来的。那第1层它也在这个球里面，在这个球里面的花瓣它都是小的啊，都是小的。然后颜色呢，颜色也是深的，因为它是朝最下面，最下面被上面的一光花给挡住了，它在里面它是颜色会被光线挡住了，会比较暗，所以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啊，颜色是比较深的。我们所以要画，按照这个颜色层次，按照这个层次去画，你这个花才灵动。然后花瓣是颜色是深的，然后物象这一部分它也是实的啊。好，我们按照这样子去画，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对比关系啊，对比，这些都是对比关系。大和小，深和浅，虚和实，都是对比关系。我们要画出一朵花的对比关系，它这朵花的灵动才会出来。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朋友，很多以前画牡丹的，他们牡丹都是平的，颜色是平的，因为没有对比关系，没有找到这朵花的对比关系。我们首创的这种分解式的教学方法，它没有很复杂，没有这个花里胡哨。就是这个话理关系，就是这个正常的话理关系，没有说给大家绕多大的圈子，不绕圈子，咱们就是实实在在按照咱们的这个话理关系去走啊，不绕圈子，大家很好理解，只要能看的、能学的、想学的都能明白，都能清楚。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先开始画我们的这一幅作品。那这幅作品它是有一点山石的，我们在构图上有一点点山石，所以我们先画一个石头。好，我们的这个山石就画的，你看这个山石是画在这个上面一点，我们下面把这个空间这个大空留在这个下面这一块，大空小空。好，我们先来画一个石头，大概的来。淡淡的墨啊，先用一点点淡墨，这个笔肚上是有一点水分的，有一点水分，我们来一点点淡墨，不要太深了，刚开始不要太深了，大概的画一个，你大概在纸上比划一下这个石头占多大的位置啊？我们不要站在正中间哈，1/2的地方，我们要不在1/2以内，要么在1/2以外。那我们就在1/2以内吧，不要占太多的位置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也算是在差不多1/2的以内。好，先画一个孔啊，要有浓有淡啊。
好，来先画一个石头的一个形状啊。好，用笔上这个还没有用完的这种水分去抻擦一下。好，有些地方是要用这个干笔的去抻啊。石头要画出它的一个层次感哦，就不要画成这个平面的就可以了，有最亮的。好像画的有点下，我们不要再往下延伸了，不要再往下延伸，不要画的太大了，就画差不多这么高就行了。这里面再加一些层次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笔上是干的，现在都是一个干的状态。好，笔上太干了，我们加一丁点水啊，去蘸一下水，用笔尖轻轻的去蘸一下水。不要这个角不要画太圆了，我们画成这种硬线条，稍微硬一点的线条去。好，我们这些地方用一点点淡墨。让它的层次出来，这个最亮的这个白的，我们就让它是白的。好，笔上再去蘸一点水啊，笔上蘸一点水，蘸点水，调一点点淡墨，再软一下，有一些地方加一点淡墨进来，比如说这些部分哈，由深到浅也可以，调成由深到浅的这种淡墨也可以。挨着这一块最亮的地方，这里加一点淡墨，然后这些比较白一些的地方，我们就稍微的这样抻擦一下，扫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再多一个层次啊，这里再加一点点深一点点的进来。好，这个最白的地方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软哈，也抻擦一点点淡墨进来，不要太多了。这里最亮的，我们要注意它的这个，把这个石头的这个层次表达出来。我们画石头有几步啊？先勾出大概的形状，然后再抻出它的石头的这个纹路，然后后面我们再点再软。软的话，我们先就不软了。我们等它，如果想软的话，我们等它石头完全干了之后，我们再去软。我们现在就先不软。如果后面我们看这个花的颜色去搭配，如果需要染一个颜色，咱们后面再染。我们先不染颜色啊，先就是这个黑白的，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石头的形都表达出来。好，这一块让它按下去啊，这一块让它按下去，让它是在后面啊。我们让它按下去的，就感觉它就后移了一层，
然后亮出来的就往上移了一层，暗下去的就往后移了一层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石头这里又让它多一个面出来，感觉这里又多一个面出来。好，大概这个石头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石头就这样子，我们先不染颜色，也不点，点的话可以点哈，你想点出一些这个点啊深的地方也可以点一些啊，找一些地方去点一下啊，点软，那我们现在还不软，我们到最后再去软它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石头我们先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现在先画花，画我们今天的这一朵花。好，我们把这朵花画在这个位置，来画在这个位置，画在这个山的右边上一点的位置，不要太下了。好，就画在这个位置。这是今天我们要写生的这一朵花。好，这朵花咱们画在这个位置。写生花头第一朵怎么定？那我们在分解的时候都有讲这个哈，从哪里起笔，其实都有讲。然后刚刚我们也对这朵花做了一个分解。那我们从画绣球形都是从中间的这一层开始画，那中间这一层一般从中间这一层的最中间终点这里，从哪里开始画都可以啊，从中间这一层中间的地方开始画。那好，我们调这个玫瑰红，调玫瑰红。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的深一点，把颜色稍微调多一点。我们先画的是这一朵花的中间的这一层哈，中间的这一层，第二层。那它都是一些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点颜色。那这种碎的要有大有小，不停的去补充一点颜色啊。这个时候我们的颜色不用调得太上，因为我们现在画的是小花瓣。当我们要画这种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再把颜色往上调，往笔肚上调。经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画小花瓣的时候，因为调色习惯了，把颜色没有调那么上。待会儿我们画大花瓣的时候，颜色还是调的那么下，所以那就不行了。我们画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马上要改变我们的这个调色的策略，我们的笔马上要睡在盘子里，睡在盘子里画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不用啊，现在我们调到笔头上就行了，因为我们现在画的是这个小碎瓣啊。小碎瓣，笔尖上可以补充一点点颜色，让深的地方深下去。好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。碎花瓣怎么画的话，大家仔细的看课程啊，课程里面都有分解。
好，偶尔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全部都是画这个碎的花瓣啊，碎的也要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来有各种朝向。啊，这个是胭脂没有调均匀啊，这两笔，你看这两笔不行，画的不行啊，笔尖上的这个胭脂没有调均匀。我在画的时候稍微快一点点，都会出现这样的错误，出现这样的失误，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说明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出现的，所以家人们一定要细心哈，耐心。好，现在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用笔肚轻轻的去蘸一下这个底色就可以了。蘸完底色之后，我们来调色，调玫瑰红，调胭脂。来，笔尖上的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。就是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画这个花为什么好看？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颜色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然后第二重要的点是我们的层次，对比关系一定要把它找准，找出来，一定要有对比关系。对比关系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刚刚讲完对比关系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好，这些花瓣我们很随意的去组合啊。这个时候里面调一点点这个三青进来，让这个花瓣稍微慢慢的发生一点点变化。怎么定第一笔？第一笔就在这个地花每一朵花的正中间开始下笔就可以了。就是比如说包菜形你分4块，你先画哪一块，你从哪里下笔。塔式的那肯定是从中间的那一层，离我们视线最近的那一个花瓣下笔，明白吗？你要看当你观察实物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得到，离咱们视线最近的那一朵花，那个物象，离咱们视线最近的那一笔先下笔，明白吗？你看这个外面的这个植物的时候，你去写生的时候，就是这样，离咱们视线最近的那个物线，哪个地方离我们的视线是最近的，你就从哪里先下笔，这个就没错了啊。好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。画绣球形其实是很快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如果说去参加一些这个笔会呀，参加一些活动啊，你们就要把这个绣球形练会，就把绣球形的练会啊，然后你去画的时候，你就很快就可以画完一朵。好，慢慢到下面的这个会有一些亮的地方，就整个花瓣中间的这一层哈，到下面这一层，花瓣的大小变化、颜色的这种深浅变化一定要处理好。好，这一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赭石进来，我们本身是要加那个朱砂的，没有朱砂，没有加，就把朱砂的这个颜色给去掉了。那你想要它的颜色有一点点变化，加一点点这个
赭石进来也行哈。好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。笔尖上蘸颜色，这个颜色不用调得太上，每一层的花瓣一定要有变化。花瓣就这样去点的，但是要分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。笔尖有的时候蘸一点点胭脂，让这个有一些大花瓣从外围伸出来。你看这个颜色，它慢慢的在发生一点点这个小小的变化。这里我们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出来。哇，现在笔上有点干，完全已经干到画不动了。你看笔干的这个毛基本上就给撑起来了，毛已经散开了。那毛散开了就是我们要补充这个底色了。现在笔上干了，我们要补充一点底色了。这个底色如果有沉淀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摇一下。好，我们的底下的这些花瓣，我们加一点点太沁蓝进来，加一点太沁蓝和玫瑰红，那它就成了紫色。太沁蓝和玫瑰红加在一起，它其实就是变成了紫色。好，在这个心的地方啊，用一点点深色的进来。心的地方啊，在这朵花的这个中心的地方。中心的地方用一点点这个深色进来。好，这里就偏紫一点哈，这个颜色也慢慢的在有一点点变化了。好，这一个缝隙把它填上，填上一些碎的花瓣进来。笔尖上蘸一点点胭脂，笔肚上还有颜色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加最后的一个胭脂就行了。好，但是颜色每一次的颜色都要调均匀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个花瓣基本上已经很丰富了。最外面的这一层的花瓣颜色会有一点点区别了。好，现在笔上又有一点点干了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蘸一下这个底色就可以了啊，不要太多。好，这里再加一点点啊，稍微加一点点。
我们待会儿来一起来看一下。哎，这个球的部分，这个球挺圆的哈，这个球的部分基本上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白点该灭的去把它灭掉一些，不要太多了。这个白点不要太多了。好，我们画上面的这个大花瓣呢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这一朵花的大花瓣的颜色是比较浅的。那我们先把底色先占饱，底色啊，因为大花瓣用的底色比较多，我们先把底色先占好，然后我们调色，我们一层一层的来，好不好？第一层我们加一点点太青蓝，加一点玫瑰红。玫瑰红在这个笔尖上，来，我们这个大花瓣在上面，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这朵花里面的虚的、浅的，所以我们的颜色可以调的不要那么深，可以不用加这个胭脂哈，可以不用加胭脂。好，我们先来画第一个大花瓣。好，再补充一点颜色，这个大花瓣再往这边来延伸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大花瓣。第二个大花瓣我们继续补充一点颜色，可以补充一点点胭脂，加一点胭脂也行，不加也可以。好，这个大花瓣我们在这边再来补充一笔啊，2笔组成的2片，感觉是2片花瓣组成的这一个大花瓣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先再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再调一点点，不要调太多了啊，调一点点太青蓝，因为调一点点太青蓝，感觉这一笔有点点多。看一下深不深啊？画一下试一下，有一点深，有点深也没关系啊。一点深，让它有一点这种深浅变化，也不一定说一定都要一样的浅啊。深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就让它深一点啊，这一笔就让它深一点，而且让它夸张一点，把它再大一点点啊，让它夸张一点点。好，可以在这个中间可以稍微回一下笔。好，我们现在笔上又干了啊，我们慢慢是现在要造型的时候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时候这些花瓣的颜色，这个花瓣的形状都特别重要。好，我们来蘸一下底色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蘸这个三青色，把这个三青色拉出来，还有赭石色也调一点点啊，让它有一点赭色的感觉，调一点点三青。好，我们来造型的时候很重要啊。好，这里该画大花瓣了啊。来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再蘸一点底色。
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这个叫什么赭石。我们来调一点调了一点赭石，调了一点玫瑰红。好，调一点赭石，调点玫瑰红。大花瓣的大还是不够大呀。这个大花瓣我们再补充一点底色，把这个大花瓣再往上拉一下。这个大花瓣的大还不够大，就它的对比还不够，还不够啊。感觉它的大小的对比还不够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再往上拉一下。好，这样子大一点啊，大一点会感觉会好一点。看一下哪里还要去加花瓣，我们稍微把笔尖上给在盘子里边上的多余的颜色蘸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是偏紫一点，我们把它紫一点点啊，紫一点点，把这个花瓣再往上接一点点，让这里多一点点这个碎的花瓣。缺口的话，该留的我们还是留起来。再看一下这个花型呢，花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？我们再来把它稍微做一些小小的调整，把这个花型做一些小小的调整，基本上这朵花就可以了。来回一下笔，有些地方该回笔的我们回一下笔。好，这朵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哇，这朵花，你看我们幸好用的是这个4尺3开的纸啊，不然它都不够画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个写生的这朵花，来看一下怎么出枝哈。我们来给它加上叶子枝干，当然这个跟我们的构图有一定出入。你看咱们构图这个花，咱们定的比较小，还在这个石头的这个右边，结果这个花现在画到石头的这个上面去了，画着移了位置啊，移到这里来了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花给移了位置，所以说，前面的构思，我们画写意就是这样子啊。即使我们构思再好，可能我们画着就移了位置，所以后面的都要根据画面去调整，根据画面，其实够不够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说我们先开始每画一幅作品的时候，我们先在心目中大概有一个谱，就这样子有一个谱而已。再来半朵，来半朵也可以啊，来半朵也可以。然后我们可以半朵在后面，我们先把这些叶子先加上，再看情况。这个地方来半朵也行哈。我们先看一朵的好不好看吧，然后后面再来看需不需要加。然后我们先来调一个画嫩枝干、嫩芽、嫩叶的颜色。
好，我们这朵花开始有一点干了，还没有完全干，干了之后它的颜色会更好啊。好，我们先画一个嫩枝干啊，嫩枝干我们用这个三绿和藤黄，先把笔洗一下，让笔肚里面保持有一定的水分的情况下，调这个三绿和藤黄，然后调一点胭脂，调点胭脂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嫩枝干怎么走啊？中心的地方往上，好，有些叶子往后边走。这有一点点远啊。这后边两个，然后前边也来一个吧。好，三叉九顶。好，这个叶子从这里伸出来一组。我们先把这个已经安排的这些叶子先把它画上，后面我们再来看啊，再来看需要哪里需要加，哪里需要调整，画面慢慢去调整。这个枝干有点没画好，复一下笔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个叶子。叶子的话，我们就用这个盘子里面的这些颜色去画吧，不用再另外去加很多颜色。这里有这个三青，有太极蓝，还有这个三绿。我们另外一个盘子里还有墨，另外一个盘子还有墨，就不要浪费颜料啊，就用盘子里多余的这些颜料去画。好，然后蘸这个墨啊，蘸这个盘子里面的墨。我们先画这一组啊，先画这一组。中间一笔大，也稍微有一点点看不见啊。好，这一组让它翻展过去了啊，翻到后面来也行，翻到这边来也行。然后这里再来一片。好，这一组叶子，然后这边3片叶子，这边每一个上面还有3片，蘸一点这个三青，蘸一点这个。好，这个就破边了，看不见了。跟着我们往这里走一点。好，这是这一组到顶了。然后这下面还有一组啊，再蘸一点这个青色，蘸一点墨。
好，这里可以来一组叶子。好，让这些叶子要有这个前后重叠的这种关系。好，这一组让它很多，这缝隙里面可以再安排一些。它后面还有，那这里这么多叶子，这么多枝干，它要装多一点这个叶子的组合出去。那这一堆的话，它有一点点圆，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圆再破一下，把这个圆破一下。在这里来一张，这个地方多的地方你就不用去分得清楚，你把跳出来这些每一个三叉九点分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这个很密的地方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三叉九点都分得很清楚的，你就不管它，这一组就很密。好，然后多余的颜色画下面的这一组叶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体啊，看一下整体的画面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画面感。画面我们要不要再做调整？啊，这里先来一组叶子。这叶子的墨用的比较多，用的是后面。这一组叶子是不是有点没看到？好，我们把这个叶柄加一下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哪里还怎么去布局，怎么去调整。
画一个老枝干吧，先。先画一个老枝干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画面怎么布局。好，老枝干从这里穿过来，后面这里我们可以画一个背后的花，给这里滴了一滴墨，画一朵背后的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调点胭脂。好，这个花可以从这个洞这里露出一点点。好，让这个后面让它有一个前后关系，有这个层次感。有层次感了之后，我们后面又可以再加叶子。让这一片更密一点吧。水分有一点点大。好，这里让这个嫩叶比较多。好，就是这里不用看得清楚它哪一半是哪一半，就是把这个空间，把这里叶子变成一组，这个嫩叶也从这里再伸出来一点点。好，这边也可以加一点。前后有这个层次，密的地方也让它更密。这些空间要留一些，不要全部把它堵死啊。就比如说这一块，我们该留的还是要留一些。其实下面还可以生一些东西出来啊。如果生一些东西，我们其实就没有地方提字了。如果说我们不想生东西出来，我们就直接在这里提字，
直接在这里提字也挺好的。这里来一个小嫩芽吧。从底下那里伸过来的一组小嫩芽。好，从里面伸过来，加一点，只是让这个颜色，因为下面没有这个嫩颜色，所以让它这个颜色呼应一下。这也可以伸出一条枝干啊，让它这个黑色线条也出来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子刚好把滴的这一滴这个颜料给遮一下。好，让它伸出来，然后同样的把这些地方也加上一些小嫩芽。勾叶筋，勾叶筋。叶筋勾的有一点点晚啊，就稍微它有一点点干了。要在没干的时候，它半干的时候去勾它就行了，不要等它很干的时候去勾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这个石头要不要染颜色呢？石头要染颜色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这石头染颜色吗？染一点这个淡墨吧。染一层淡墨。
我们在前面染一点点3绿啊。染一点点淡墨，调一点淡墨。调成淡墨，然后呢，先调淡墨，再来一点点3青，在这个亮的地方啊，加一点点3青进来。3青就加在这个亮的一部分啊，让它泛一点点青，泛一点点绿。统一和谐，干了之后它的颜色会很淡。现在因为它很湿，我们提一个字好不好？提一个款。来盖上章。我这个章是一个姓一个名，然后这个是1厘米的，就是我们画这种小画，4尺4开呀、4尺3开呀、3尺的这些，都可以用这种小的章。咱们可以准备2套，就可以准备一套1.5的，一套1厘米的。我这个是1厘米的小的，一个姓一个名。姓和名盖的时候，中间要隔一点距离，不要挨着盖啊。好，目前就只带了这2个章，只带了这2个章，所以就盖这2个。我们一会儿先看一下有没有地方盖闲章。这里滴了一些水滴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再滴多一点。再滴多一点啊，把它均衡一下。这个的水滴的话，滴到中间来一点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不要滴到这个角，把这个角留起来，滴到这中间来这一块，不要把那个角封了，把那个角给留起来。如果上面这个角也封了，这个角也封了，它不好看。滴到边上来一点啊，滴到中间这一块。我们要看着画面来，这个水滴也是有讲究的，就不能说你随便滴啊。
那密的地方也是啊，可以加密一点。那有密有疏，这里又多一点，就不要全部很平均的分配，不要平均的分配就可以。好，这个画面还是非常好的呢。好不好看？画面就是当你觉得画的有一点点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以题字、盖章还有这些去把它拉回来。比如说，因为我觉得这里啊，为什么我要题字在这里？把这个边靠边一点，因为我把这一组叶子画的特别过来，特别往这边伸。其实它在整幅构图上，这一片叶子也伸开了，这片叶子也伸开了。如果这一片子把它缩回去，我们这一片组不要，只到这里来，再缩一点，把这里伸出来，这个画面也很好看啊。那我们在哪里题字？在这里题字，把这里再伸过来一点，它也很好。但是这一片叶子已经伸过来了，那没办法呀。那我这一组叶子也不可能这样子伸到这里来，也不好看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这里题字，用字来协调整个画面。好，在这里再加一点点啊。加一点淡淡的这个嫩叶，小小的，在这个地方也加一点啊。这个空的地方，把这个孔里面也加上。花心不用点了，可以点一些，点一些吧，那就点一些吧。我们调一个画花心的颜色，用藤黄和太白。来，用太白和藤黄。好，在这里缝隙深的地方、颜色深的地方都可以加一点哈，都可以加一点，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疏密关系。你看这一块啊，最多的地方让它最多最密，其他地方有多有少。好，现在可以了。好，咱们的这幅作品就到这里结束啦。